好，欢迎来到极频道大把番薯日记，我是杰克。哇，刚跑步出了一身汗，真爽。原来我才发现到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公园，也是靠近我家的啦，差不多10分钟车程就到了，还蛮大的，而且还可以靠飞机，因为这里非常靠近机场。你看，是一个蛮不错的运动地点啊，发现新大陆。我发现我最近好像有一点变黑，自从上次去拍那个单中 BI 的影片，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，因为我没有想到在阴天也可以晒到这样子，紫外线的关系吧。所以今天这一支影片主题是什么呢？今天这一期的影片呢，我要来告诉你们我在新加坡待了10年的收益以及变化。10年啊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套一句这么老土的话，人生有多少个10年？大太阳出来了，我要回家，太晒了，全部人都跑光了。最近太阳也是强得不得了啊！你们看我的荷叶长得多么的大片啊，有我的手掌那么大，你看，大过我的脸。我觉得呢，这10年的收益跟改变应该从2个部分去探讨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从物质上的；第二个呢，就是从心理跟非物质上的。先让我去洗个澡。好，第一个物质上想要跟你们分享的东西呢，就是新币啦。因为如果你去新加坡的话，肯定就是赚新币。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刚刚到新加坡的时候，兑换率才2.4多，并没有很高。可是如果比起跟同龄的朋友的话，我那时候赚的钱是的确多过他们很多的啦。而且当你在赚新币的时候，的确是比较容易存钱，而且也存的比较多。然而在同时间里面呢，我也享受到了花钱的快感，因为什么东西都乘3的话，花钱是不用眨眼的。所以我记得我讲过，我在回来新加坡之前，我买东西是没有去看那个价钱的啦，觉得在那个 range 里面 OK 的话，那我就直接去买了。其实那时候我在新加坡的第一份工算是蛮不错的，有大学毕业证书，工钱算是 OK 的，然后再加上扣除了所有的租金啊、花费啊，还是有一笔可以存的。那时候是单身嘛，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分别在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各自都有开始存钱了。赚新币是我第一个在新加坡得到的最大收益，物质上的啦。去新加坡工作，开始赚新币，过了一段时间过后，就这样的顺理成章，我得到了去新加坡工作过后第2样物质上的收益，就是这间屋子啦。我去新加坡工作是在2012年，然后我买下这间屋子的时候，应该是2年多3年过后的事情，也就是2015年啊。讲真，那时候我单身啊，我也没有想那么多，只想到工作几年后应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 property， 所以就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下去了 shopping center， 然后刚好他们有 roadshow， 我就去看了看。我对这间屋子的设计啊、格局啊都还蛮喜欢的，因为有时候买屋子你们也知道啦，都是凭着第一感觉去买的，所以就这样买下了人生的第一间屋子啊。讲真的，现在想回去，那时候才刚刚初出茅庐，来到这个工作社会，也就不过那2-3年而已。是什么原因让我可以那么放心的去买这个房子呢？其实最大原因也就是兑换率啦，因为在那边赚的钱也是一样的道理，换回来是可以很放心、很安心的让你去买房子的。至于10年前跟10年后的今天，这间屋子对我来讲有什么改变、有什么变化的话，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是，屋子跟家是不同的感觉的。屋子它就是只是一个空壳，而家的定义就是我现在所拥有的。虽然有时候吵吵闹闹，整间家很像巴萨这样子，可是这种幸福感是跟屋子相比起来截然不同的感觉。我觉得你们应该知道这种感觉是什么。所以它有什么变化？10年前跟10年后，现在它感觉上会比较像一个家，不是比较啦，是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家。
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家。接下来呢，我觉得我去新加坡工作10年过后所得到的第3样收益，对我来讲应该是 CPF 吧，就是新加坡的公积金。首先，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？因为其实它也算是存款的一部分，是完完全全属于物质上的另一个收益。众所周知，在新加坡的公积金是被抽得蛮高的啦。打个比方，如果我是拿一个3000块新币的员工，然后我要被扣除28%的公积金，就从我3000块里面扣掉20%，就相等于600块。我可以拿回家的就只有2400，然后再加上政府会给17%。如果是3000块的17%，就等于3000乘17%，就是510。所以510是政府给的，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 contribution 600块。我是拿3000块薪水来做标准啊。每个月你就会有一个额外1110的收入，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存款吧，就是为你退休的生活而存的钱。我觉得在这10年工作下来所存到的公积金也是有累积到一定的数目了。虽然我不是一去到新加坡就拿到 PR， 我是在过后的2年3年，就是我买这间房子的前一点点拿到 PR 的，2014年对，所以我2014年开始就存 CPF 存到现在哦。而且在那个时候，我不止在新加坡有存 CPF， 我也会把我在新加坡工作的钱拿出一部分来存马来西亚的 EPF Self Contribution， 就是我自己会另外再存这边的 KWSP 啦。那时候我很搞笑的，我是拿那边的薪水哦，我没有做 conversion。如果我在那边拿3000块新币对吗？我就拿3000块来乘一个11%，当做是我自己的 self contribution， 还有再乘多另外一个12还是13%，当做是有公司给我这个 contribution。3000乘11%就是330，3000再乘12%，360，就是我额外每个月会在马来西亚存一个660的 EPF， 两边存。所以这几年也是有存到一点点钱啊，虽然这个是 for 老年的，可是我还是觉得它算是我一个物质上的收益。因为如果我没有去新加坡工作的话，我就不可能做这样子两边存的一个计划。你们有谁是像我这样子的吗？就是如果你也是在新加坡工作的，你会自己在新加坡存了过后，在马来西亚也存一份，有的话下面留言。再来呢，我想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心理上或者是非物质所得到的收益。第一样非物质或者是心理上所得到的收益，最大的应该就是社会经验了。社会经验这个东西讲真的是完完全全教不来的，都是要经过你自己本身去体会、去感受，才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吸收。虽然社会经验不管在马来西亚或者在新加坡都可以去体会到，但是就因为我在新加坡，我可以有更好或者是更广的视野，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、外面的社会到底长个什么样子。因为其实我在马来西亚也是有 intern 过几个月，虽然称不上是 full time， 但是也是可以感受得到这里的 culture。当我在新加坡工作过后呢，接触了他们，我就更加了解在国外的 culture 是怎么样。在这样的一个对比，对我来讲，对我的个人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。而且在这样子的社会经验下，我可以更好的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。虽然我在这10年里面换的工作也不少啦，至少都有，我想一下，对，我换了5份工，10年5份工，平均下来我每一份工都是2年。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，为什么这个员工好像没有很忠诚哦？其实不是这样子讲的。我记得我在上一份工有一个算是蛮高职位的 leader， 他是管我们公司的整个 center 的，就是我那一个部门。他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在那里他只要待3年，因为他去每一个地方他都只会待3年。3年过后，他就会想尝试不一样的东西。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人哦，才是真正了解到他自己想要什么，他很有 direction。而我自己本身呢，也是经过这样子的社会历练过后才知道。原来我不是那种可以待在一个岗位太过久的。如果我在这间公司有的发展，2-3年过后有的发展的话，当然是最好。可是如果2-3年过后在这间公司没有的发展，他还是要把我放在那个位置的话，或者我就停在那里没有办法再进步了，当然我就会换另外一个环境去学新的东西，好过我一直死守在那个位置原地打转，对我的人生没有什么进步。
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啊，所以在这10年以内，在我不停摸索过后，我对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是非常清楚的，所以社会经验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。再来呢，我要讲的就是选择权。对，在这10年里面，我觉得另外一样非物质或者是心理上所得到的最大收益，就是选择权这个东西了。因为我是在2012进去新加坡做工嘛，然后在2年过后，也就是2014年，我就正式的成为了新加坡的永久居民。所以打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已经有2条路可以选了，就是一的我可以选择在新加坡继续生活打拼，或者是回来马来西亚生活或打拼。而且我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选择权它竟然会在这个疫情里面成为了我一个转折点，因为它让我有选择，可以要在新加坡生活还是在马来西亚生活。这个对我来讲，在这个疫情里面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东西，因为之前影片都有跟你们提到，我那时候在新加坡做工的时候，因为这个疫情关系，我跟我太太是没有办法每个礼拜来回，然后我们对家里人、对我们的小孩的思念是非常非常的重的。可是就因为有这个选择权，可以让我们很放心的回来。其实讲真的，对于我来讲，我还没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方向讲，我100%就是要在马来西亚生活，或者是我100%就是要在新加坡生活。因为世事难料，真的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去预料的。但是就因为有了这个选择权，可以让我们在做一些比较重要的决定上来得比较顺畅。其实那时候我在回来新加坡之前，也就是在打住上一份工的时候，曾经有跟我的前老板诉苦啦，就是讲我不知道怎么办啊，我要在新加坡继续下去嘞，还是要回马来西亚，还是要把小孩带来新加坡啊，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谈天内容啊。然后我的老板 ，sorry， 是我的前老板，呢，他就给我了一句话，他讲至少 as a Malaysian but PR 新加坡在这边的话，你们还有一个选择权，你们还可以选。可是 for 我们 as a 新加坡人没有的选择，这个是我的前老板跟我讲的啦。但是其实我想讲的是，我没有讲要去讲我的前老板什么东西啊 ，OK， 只是一个小小的个人看法。我前老板对我很好的 ，OK。我不知道我前老板会不会看到这个影片啊 ？OK， 所以其实你看啊，如果不是我自己踏出那一步来到国外工作的话，我又怎么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权存在呢？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因果的东西吧，就是你前面应该是有做了什么，然后才有这样子的结果。就是因为我之前我勇敢的踏出了我的舒适圈，跑来新加坡工作，所以我才得到了这个选择权。我是这样子想啊，一样的，如果你在你自己的国家工作 ，compare with 那些他们勇于踏出他们舒适圈，离开家人到别的国家去工作的人，自然而然他们在那里得到了一个所谓的永久居民，当然他们也是有了那样的一个选择权。For example， 去 Australia、去 UK、去 US， 一样的道理嘛。对不对？所以在这10年里面，多亏了我之前的决定，让我有了这样子一个选择权。这个算是其中一个蛮大的收益啦，你们觉得呢？这一张呢是我在马来西亚北方大学上大学的时候，因为有去修读日语嘛，所以就考获了一个日语鉴定能力考试的证书，它是我在马来西亚考获的啦。M5 呢就是属于日语鉴定考试里面的最低级，因为在这个考试里面总共有5个级别，然后 M5 是最低级的。而这一张呢，就是我到新加坡工作过后，因为之前有在一间日本公司，就是一间日本旅行社上班啦，然后我就有去在修读我的日语，在新加坡 test site Singapore 这里考获了另外一个 level， 就是 up 一个 level N4 的 level 啦。So 另外一个在新加坡工作10年过后所得到的最大收益，也是非物质上的，就是语言的掌握能力啦。除了日文以外，英文真的是一个我最大的进步。讲真的，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新加坡 interview 的时候，我那时候的英文真是烂到一个地步哦，跟你们讲。我现在想回去，我在 interview 的整个过程，还有做的那些 interview test 那个能力真是非常的差 ，compare with 我现在的这个 proficiency 的 level。我那时候讲英文真的是一块一块的，结巴巴，可能也因为是这几年的历练啦，然后也是一直都有对到新加坡的 customer。你们也知道啦，在新加坡是一个那么多元化的国家，可以接触到
到各大种族，有美国人、英国人、泰国人、日本人，真是什么国家人都非常容易的接触。也可能是因为我进的公司有一点多元化，因为我有进过日本公司、美国公司，还有 local 的新加坡公司。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底下，我的英文能力、英文水准真的是好非常非常的多，跟10年之前相比。而且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过程，我发现到我回来马来西亚过后，好像我要打去一些银行问东西啊，或者有遇到什么人是跟我讲英文的，我都算是可以以蛮流利的英语来跟他们沟通啦。所以对我来讲，语言能力的掌握算是一个非常大的收益。哇，观众朋友，你们看，开始塞罗里哦！我的后面就是新加坡啦，你看非常多的罗里要进新加坡。另外一样，我觉得在新加坡工作了10年所得到的收益，就是所认识到的人啊。想想一下，如果我没有去新加坡的话，我怎么可能会遇到我的太太呢？如果没有遇到我的太太，这样子我的女儿现在又会在哪里呢？这个缘分的东西真的是非常难讲的。所以正因为我去了新加坡，才会有我现在这样子的生活。而且在新加坡工作了10年之久，也结交了很多不同国家的朋友。大家也知道，在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城市，所以在世界各地的人才们都会涌入这个小红点。除了马来西亚人跟新加坡人，其实我在新加坡的10年里，大多数都会接触到菲律宾人、日本人，因为我在日本公司待过一段时间，所以跟他们相处时间还蛮长的。再来就是缅甸人啊、越南人啊、法国人啊，对，还有我的屋主，对，我的屋主是中国人，所以算是跟他们相处的时间是非常非常久了。这个我也觉得是在这10年里面所得到的一个收益。结交各国不同的朋友，最重要的是认识了我的太太，有了我现在的这个美满的家庭。打雷了，要下雨了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。如果你们觉得这一支影片不错的话，就给我一个赞。我们下一支影片见，拜。在新加坡待了10年的时间里，物质上所得到的其实很少。少的原因是因为都跟钱有关，反之心理上或非物质上所得到的东西会来得比较多。其实不管身在何处，我觉得都是一样的，只是整个过程和间中的遭遇会有所不同，仅此而已。到最后，这终究还是回到你自己，会以什么心态来面对。